欧洲现在不能配合美国搞稀土，最大的问题是，如果中国快速的突围了，比如他3年之后就已经坐在了这40%全球分工的位置上，我拿什么跟他斗呢？到时候他就是我的新老大呀。到时候他把稀土白菜价一卖，我现在投进去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？海湾看这个《沉默的荣耀》，说一个普通的士兵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打过来了，我要是牺牲了，我找谁拿抚恤金呢？我找台方拿抚恤金，估计他到时候都已经没有了。我找大陆拿抚恤金，我不是叛军吗？我找谁呀？哎。他这个顾虑非常好，欧洲现在也是这个顾虑，懂吗？欧洲也在想，我如果干了，万一我的老大倒了，我有了新老大，那我现在这些钱不是白投了吗？老大到时候就自然会把稀土白菜价卖出来，我为什么现在干呢？所以他说，整个的博弈现在跟战争没有区别，我们攻心为上的第一点就是势不可挡的气势。我们快速冲顶的这个气势，让欧洲人觉得可能再等3年，这个稀土都自由了，所以他们现在才能每天磨着洋工，不肯把这个稀土搞出来。这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点，因为世界是由人构成的，不管政治怎么复杂，政治都依然掌握在人的手里，掌握在一群人的手里，而人又是被利益驱动的。只要你看清了利益的点和人的历史，其实你很好判断他们的倾向和当前的局势啊。这个就是我主要课上的内容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快速突围这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，突围要做，速度也要保证，同时还要保证内部稳定。那一旦快速，有的时候就会积累风险嘛，这是我们历史上带来的这个一个经验教训。所以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，如果不创新不突破，美国卡脖子，就能把战线时间拖得很长，拖得很长，我们突围的成功率就会降低，西方的信心就会慢慢的在你磨蹭之中被撑起来。当时俄乌烽火乍起的时候，认为说闪电战3个月就可以直接冲到基辅，连拜登当时都这么认为。后来发现呀，大俄你也不行，竟然没有打下来，优势这么大的情况，全无准备的情况下你都做不到，好，才会战线拖到这么长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战线拖得很长，不能拖战线的重要的原点就在于不能被卡脖子。这个线能捋顺了吗？地缘不够安全，所以要快速突围，快速突围需要抓手，所以需要科技，科技必须依托于制造业，否则达不成安全稳定我们地缘形势的目的，所以要以实体产业为抓手，科技就作为实体产业突围的最后一个动能点向前冲刺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刺激内需为引擎。刺激内需为引擎这个事儿呢，要从2点来看。首先呢，刺激内需嘛，大家都明白，那总得有钱才有内需嘛，对吧？那怎么样手里能有钱呢？田赋制度其实就是财税改革，这个才是关键啊。外需不稳定，我们需要个压舱石嘛，那就只能靠内需了嘛。那内需刺激的话，首先呢，它特意提到了，就是说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。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就是不许有痛苦消费。因为内需的话，经常有人比说，哎，我们跟发达国家比，它的收入60%以上用来消费，我们国家只有37%。我告诉大家都消费在哪儿了啊？诉讼费用、医疗费用、教育费用，有一个算一个。你找一个发达国家的人，只要你认识他，或者他在海外生活，你拿过来，你问他一下，占他生活比值的多少，肯定有20%。哎，只要加上这20%，看看我们现在38%，加上20%，不是刚好够了这个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线60%吗？懂了吗？这个就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平均消费水平有60%，前38个国家平均水平53.8%，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率仅为37.2%。这个就属于得了便宜卖乖。你为什么有37.2%？是因为你可以凭借37.2%活着。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，哦，西方这个免费医疗，你要是不想小病等好，大病等死，都有家庭医生，正常一点的中产都有家庭医生。所以大家每次跟你说我们刺激经济的时候，它里面一定又提到了说有效需求，有效需求就是增量需求，在不涨水电费的价格，不增加教育和医疗的费用，不增加生活成本以及生存难度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。这句话一定要充分理解。比如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。我有这个学识，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，我能提供更优质的知识服务，这个就是符合当前发展方向的。好，如果